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巴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马克龙祝福中国人民龙年一切顺利。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为中国在法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提供积极正面和稳定长久的预期。王毅此访法国行程丰富，期间还与法方共同主持了第25次中法战略对话。作为甲辰龙年春节首访欧洲的压轴，王毅此访还有哪些看点？来看报道。当地时间20号，王毅抵达欧洲之行最后一站法国，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元首建立了牢固互信和真挚友谊，引领双边战略合作发展方向，也对世界产生重要积极影响。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王毅表示，中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将继续向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放市场。希望法方也为中国在法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提供积极正面和稳定长久的预期。马克龙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祝福中国人民龙年一切顺利。马克龙愉快忆及去年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表示期待同中方共同筹备好今年的高层往来，进一步建设持久紧密的法中关系。法方一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立场明确清晰。面对全球挑战，法国坚持战略自主，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法国爱丽舍宫在随后发布的通稿中透露，马克龙与王毅重点探讨加强两国交流的合作面，尤其在农产品及航空等领域，还讨论了地区热点局势，包括正在发生的巴以和俄乌两场冲突。法国当地媒体在对王毅此访的报道中指出，中法特殊关系对于中欧乃至全球格局都有重大意义。This is a special year for China and France. Both sides are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France was the first major Western power to recognize China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paving the way for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the same. And both China and France in recent weeks have said they'd lik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continue to develop in the years to come. 当天，王毅还在巴黎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第25次中法战略对话。博纳说，法中战略沟通卓有成效，高层交往成果丰硕，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面对当前国际乱局和地缘冲突，法方愿同中方携手应对挑战，避免大国对立，防止阵营对抗，改善全球治理。法方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展现担当作为，支持欧中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强化有效合作。王毅说，中法建交以来，互信持续巩固，共识不断扩大，两国关系日趋成熟稳定。6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法对独立自主的坚持，对世界多极化的追求，对文明多样性的珍视从未改变。王毅表示，世界动荡甚至分裂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是欧洲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媒体指出，这次中法战略对话确立了两国的多个合作面，包括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变、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农食产品、清洁能源、核能研发、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森林碳汇等合作。此外，中法还一致同意办好贯穿全年的数百场人文交流活动，增加直航航班频次，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The discussions mainly focused on what they calle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agri-food and aeronautics sectors. These are two sectors that have seen a lot of bilateral growth in recent years. Airbus, in fact, just last year said that it was building a second final assembly line in China, doubling its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aviation market. 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是王毅时隔1年再次到访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从3个方面总结了王毅这次访问的成果：一是进一步深化战略沟通，巩固政治互信；二是继续扩大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三是共同做中欧关系和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力量。王毅外长此访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首次中法高层访问，体现出中法关系的战略性，为中法关系新甲子打造良好开局，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王毅外长的新春首访呢，法国是其中重要一站，也凸显出中方对于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与期待。而法方此次呢，对于王毅外长的访法之行呢，同样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充分展示了中法两国继续将双边关系向前推进的决心和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马克龙访华，中法元首一同在广州松原品茗听琴，是中欧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克龙当时还到中山大学与师生交流。深圳卫视记者当时也报道了中大师生热烈欢迎马克龙的盛况。一路上，马克龙总统是和中大的学子们进行了热情的互动，而现场的视频和照片更是迅速在中大的校友群里面传播。中山大学更是一度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随团的法方记者就告诉我，他跟随着马克龙总统从法国来到了中国，而中大学生们的热情感染了他，相信马克龙总统也一定可以感受得到。深圳卫视注意到，马克龙去年结束访华行程，在回巴黎的飞机上，特意用中文、法语、英语3种语言在社交媒体发文，赞美了法中友谊。他还对随访记者强调，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避免卷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这样的安排在马克龙此前的外访中十分罕见。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两国多个政府间沟通对话机制运作有序。中法2022年进行5次高级别会晤和10次通话，频率居欧洲各国之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法关系仍存在复杂性，法国对华政策正面临欧盟整体政治环境的挑战。法国媒体报道称，去年时任法国外长科隆纳访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缓和因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中法贸易紧张关系。而马克龙去年访华还带来一个包括空客集团负责人在内的60人跨国企业高管代表团，以寻找商业合作机会。按照外交部此前发布的日程，王毅甲辰龙年访欧行程将于当地时间21号结束。此访欧洲6天，王毅的足迹到达3个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熊礼立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欧关系之所以能在2024年继续保持高层频密交往，因为双方都有加强交流与合作的需要和愿望。具体来看，从中国角度而言，欧洲具有庞大消费市场和强大的制造业，政治上具有全球影响；而从欧洲角度而言，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市场，中欧经贸间存在高度互补性，中国还是欧洲在解决全球热点问题上不可或缺的合作方。不过，对待中欧关系需谨慎乐观，客观来看，仍会受到一些长期性因素的挑战，特别是欧洲对华去风险政策仍在持续。就欧盟方面呢，一定还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应该将中国的发展呢视作欧盟的重大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点呢尤为重要。其次呢，欧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关切，包括中方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那么欧方呢，一定要说到做到，一定要呢言行一致，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赴德国出席慕安会，并访问西班牙和法国。那您对于王毅在龙年首访欧洲有哪些观察？对于慕安会报告主题的双输，中方做出的回应释放哪些积极信号呢？今天的世界尤其是中欧面对着极大的负面压力。我把它概括为两战一选。所谓两战呢，就是俄乌和巴以之间的战事僵持、欲罢不能的困境，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谓一选呢，就是指美国下半年的大选了，尤其呢是伴随特朗普的强势复归，特拜2位老人将再次碰撞厮杀。尤其是近来特朗普连连的就国际事务喊话，企图借外博内，为自己的选情造势。由于他4年前曾经执政，所以今天人们对特朗普在国际重大事务上几无底线的不靠谱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任何人也不敢掉以轻心，只能够未雨绸缪，提前防范。尽管在这次会上很少有人直接提及特朗普现象，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会外的主角。这一选和两战以及其他的负面要素之间，其实存在着重要的、明显的相关性，其变数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次的慕安会呢，将上述以两战一选为主的世界乱局概括为双输，并且作为主题。我认为呢，是表明了主办方对近年来混乱动荡的世界局势的一种反思。提出双输的这个主题呢，首先就表明了他们终于又回到了结束冷战之初的那种全球化的认知，
承认了全球是一体的，各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地球村的关系，而并不是过去那种冷战的时候零和呀那种博弈关系。如果要输，大家都会输；如果想赢的话，就要大家共赢。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几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搞阵营对抗战略思路的一种失败。这是一个国际认知层面上的重要转变啊。其次呢，双输这个主题还表明了各国共有的一种不堪忍受的危机感，大家真的是有点受够了啊。而正是针对这样的形势，王毅先生这次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传递了4大信号，概括起来是2个字，就是企稳。首先呢，就是大国关系要企稳；第二呢，就是世界安全要企稳；第三呢，是经济发展要企稳；第四是国际治理要企稳。方法呢，就是要通过扩展合作、搁置争议、缓解分歧，来构建正确的相处之道。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王毅此访法国受到法国乃至欧洲媒体高度关注。中法关系为何在大国关系中独树一帜呢？中法是今天世界上一对极为特殊、重要的大国关系。首先呢，中法之间具有着深厚长久的历史渊源。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重要的领导人们，也都曾经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最有活力的年龄时，亲历了当时的欧洲政治实践进程。聂耳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就被誉为是中国的马赛曲。其次呢，就是中法之间还具有着极为相近的国际定位。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两霸横行，中法两国呢分别作为第3世界和第2世界的主要代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几十年中形成了极为相近的战略自主的国际定位。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法之间还具有殊途同归的现实诉求。尤其是近年来在100年不遇大变局的背景下，美国呢是出于一种霸权的焦虑，就不断地朝着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的方向逆行，而造成了今天世界局势这种双输的动荡局面。法国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上和中国主张最为接近的西方大国。中法最近互动热络这次王毅外长到法国访问，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6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法两国对独立自主的坚持，对世界多极化的追求，对文明多样性的珍视，从来没有改变。继续来关注正在举行的新加坡航展。除了中国商飞携国产 C919大型客机和 ARJ21支线客机组团赴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外，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时隔2年再次亮相新加坡航展，展品涵盖7大类具有高技术水平和广泛市场前景的军民用航空产品。其中，直式 M1 真机首次在境外航展公开亮相，成为一大亮点。直式 M1 武装直升机是一款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全新6吨级全天候多用途中型攻击直升机，采用单旋翼带尾桨型构型，窄机身串列式驾驶舱，后3点视坠起落架布局，装有2台涡轴发动机，采用了求柔性旋翼系统。该型武装直升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和超低空机动性能，打击火力强，战场生存性高，人机功效好，可靠性、维修性高，保障资源完整先进，可在全天候复杂的战场环境和野外保障条件下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直式 M1是在直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直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种专业武装直升机和亚洲各国第1种自研专业武装直升机，结束了解放军陆军航空兵长期依赖法国海豚直升机的改型及直9兼当武装直升机的历史，大大提高了解放军陆航部队的航空突击与反装甲能力。那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但能够不进口，而且还能够出口。所以这就体现了呢，我们在外贸的这个方面呢，从过去的进口转为了出口。所以我们看到呢，无论从我军的装备的角度讲，还是从外贸的
就是从外贸出口的角度讲呢，我们都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和进步。这是 M1 武装直升机的 M 代表深度改进型，1代表着外贸出口型。这是 M1 最早在2016年珠海举行的中国航展上以模型的形式对外展出，并在2018年的中国航展上首次以真机亮相。这是继直19-1武装直升机之后，中国研制的第2种出口型的专用武装直升机。直十 M1 的深度改进首先解决的是心脏病问题。直十武装直升机在研制初期曾计划引进加拿大的普惠发动机，后来因为美国介入，导致该发动机被加拿大禁运，设计部门只好对直十进行了减重更改设计，设计重量从 7.2 吨调到 6.6 吨，甚至连座舱装甲板都要减配。动力系统改为国产发动机，只能说勉强够用。随着更大功率的国产涡轴发动机的研制并应用到5直十，直十 M1 也顺理成章采用。而且直十 M1 的发动机排气口由5直十基础型的两侧安装改为向上安装，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旋翼的下洗气流，降低发动机排气口的红外辐射。并且直十 M1 的发动机还安装有防沙尘过滤网，提高动力系统可靠性。这一系列改进大幅增强了直十 M1 的机动性能，在战场上更具竞争力。此外，直十 M1 在直十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附加装甲，特别是面对一些小型火炮和轻型武器攻击时，直十 M1 的战场生存能力更强。而在火力打击方面，根据其研制单位昌河飞机公司的介绍，直十 M1 武装直升机可配挂多种对空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具备昼夜间作战能力，多样化武器配置方案，空战性能突出。在新加坡航展现场可以看到，与直十 M1 一同展出的还有该机所搭载的23毫米航炮的炮弹、CM502KG 空对地导弹、航空火箭弹，以及全球首创的天雁90武装直升机专用空对空导弹。它叫天雁90空空导弹，是专门为武装直升机空中格斗而设计的一款导弹，主要是完成的是空中格斗、编队护航以及近距离拦截等主要任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赴新加坡参展的直十 M1 堪称高配版，主要特征就是其旋翼顶端安装了一部伪顶毫米波有源相控阵雷达。这种雷达能够监控范围更大的战场，获得更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还能提供精准定位的目标数据，可同时为多枚国产毫米波雷达制导反坦克导弹提供目标指示，同时打击多个目标，其作战效率和战场生存能力得到有效增强。例如美制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因为尾顶安装了 APG-78 长弓毫米波雷达，也被称为长弓阿帕奇。它有一个经典战术，就是将机身隐藏在山脊后方，只是将毫米波雷达伸出来探测目标，隐蔽的侦察探测战场态势，然后为后方悬停隐蔽待机的其他武装直升机群分配打击目标。不仅如此，长弓阿帕奇只需悬停在树梢的高度，就可以探知10余公里外的目标并发起进攻。所以装备了尾顶毫米波雷达的直升机也被形象地称为树梢杀手。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中型武装直升机竞争非常激烈，直十 M1 用更好配置满足国际市场需求，既是竞争的要求，也是我国军工实力和自信的体现。我们的这些武器装备的性能是可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那这个就有了一个就是其他国家选择的这种对象，或者是说有一个更优的方案。曹卫东认为，直十 M1 武装直升机的外销前景非常广阔，不仅因为自身的实力过硬，而且中国在国际军贸市场上还有一个西方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的这种外贸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不像有些国家要附加很多条件，你必须选边站啊，你不能怎么样，然后呢还价格很高，那我们就没有这些条件，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领域里边，或者是在国际武器装备市场里边的优势啊，就是我不附加条件，只要你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啊，为了和平，那我们都可以向你出售。本届新加坡航展除了带来直十 M1 真机做静态展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展展品还有以20家族为引领，涵盖了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教练机、无人机、特种机、应急救援类飞机等7大类具有高技术水平和广泛市场前景的军民用航空产品。在20家族展区，歼20、运20、直20、攻击11无人机4款明星产品的模型精彩亮相。航空军贸展区着重展现了空中
攻防力量。歼10 C1 战斗机携 FC1 枭龙战斗机、FC31 胡鹰战斗机打头阵、L15A 攻击战斗教练机、FTC 2000G 多用途飞机、空警500预警机、直9D1舰载直升机及运91战术运输机依次亮相。此外，翼龙、玄鸽2大无人机系列也占据了突出位置。既然这个20家族现在公开的在国际的航展上露面，说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航空领域里边，或者是说在我们人民空军的装备里边它已经有了一些和现在国际上就一流的空军的装备并驾齐驱的这些武器装备。它当然既然能够展示出来，也说明我们有信心，就是配的量很大的时候，我想它的出口就一定的随之就跟上了。新加坡航展进入第2天，首次赴境外参展的中国大飞机 C919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热议。接下来连线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台湾时事评论员施孝伟，稍早之前从新加坡樟宜国际会展中心现场发回的特别观察。当你把你的这个展品送到国际的展场上来进行展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代表其实你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来对外销售，而且其实像以 C919这样一个载体客机，虽然它是载体客机，但它在销售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一定势必会影响到包含空客的这个 A320系列的飞机，还有这个737-800这个系列呢，或738的这个系列，或738 MAX 的这个系列，我相信它未来会对这2种飞机呢都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所以其实这个飞机来到国际展场进行这样展示，也的确是展示了这个中航工业或者说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工业的这个能力，然后呢也对这个让对中国大陆制的这个飞机有兴趣的买家可以就近观察，甚至于说可以直接跟那个客户讨论，或者说跟世界上这个同业呢来一起进行相关的这个切磋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是相当不错，而且中国大陆这次的摊位我们看到不管是商飞或是中航工业，那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无人机公司也来到这个现场，而且民间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展品往往它其实极具巧思它利用这个多轴垂直起飞，然后这个主引擎呢进行推进，然后呢甚至于就是说还可以用货舱进行这个运送甚至可能做投掷。其实这对大陆的航空器的外向这个销售来说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此外，首次参展的5直10 ME 同样也受到了国际航空业界的关注，他们都关注这款中国制造的直升机的哪些方面呢？来看观察。这次我后方的这一架5直10 M1其实今天从早到晚，我们现在是下午这个时间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观众对直10呢有高度的这个兴趣。虽然说它是外销型但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次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战斗直升机呢第一次在新加坡航空展开展，而且其实除了就是直10之外，它本身呢也有相关的这些配套的设备，包含空对空、空对地，然后精准导引或一些传统的这样一个武器配备呢，也都跟着一并这个展出。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后方这架直升机上挂了这个天雁90的空对空飞弹，这也是大陆研发的一款专门针对这个直升机的空对空飞弹。因为其实直升机的空对空飞弹跟快速机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呢要求的并不尽相同，因为直升机可以在很短暂时间之内快速改变它的向量，它的这个动作虽然说看似这个和缓，但其实有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它可以用比较大的这个动作来试图让后面追踪的这个飞弹脱落。韩国瑜出任负责人后，台新一届立法机构首次会议20号开议，没想到第1天就上演大戏，出现了肢体冲突。有岛内舆论锐评，这是台立法机构席次减半后首届3党不过半的情况。蓝绿白没有一方占到便宜，3党吵不停，恐将成为立法机构未来4年的缩影。韩国瑜当天的表现如何，能打多少分，也受到了岛内舆论的热议。新一届台立法机构20号召开首次会议，邀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做施政报告，并接受总质询。不料立法机构还没正式开议，在野的蓝白2大党团就暗自掐起来，导致原本要用于核工绿营的食品安全议题破局。据岛内媒体披露，为了在新一届立法机构首次会议的首秀，各方都磨刀霍霍。蓝营方面祭出甲级动员，召开党团会议，准备在5大战场与民进党当局展开攻防。深圳卫视注意到，由于春节前爆出的台糖猪肉片瘦肉精风波，食安议题被国民党方面列为了攻击民进党当局的首要任务。
民众党团方面也计划在这一议题上发力，与绿营进行质询交锋。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在立法机构所有党团按程序进行协商时，国民党团提案邀请陈建仁在次日的会议上就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团也表示愿意接受挑战。有观察认为，按理说这份提案理应顺利通过，成为韩国瑜主导的第一项立法机构党团成功协商记录。但是民众党团却临时突然发难，要求21号针对食安问题加开协商会议。马上民进党方面也声称要23号才能进行商议。最终韩国瑜选择妥协，以立法机构负责人身份裁定择期协商。原本板上钉钉的事突然打了水漂，引发国民党不满。我认为在议题上面还是要合作，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想当老大，你只想冲你自己的声量，你只想说我才能主导这整个议题，其实我们大家合作起来就会非常痛苦。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食安报告，我个人认为民众党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实际上，党内舆论在选后就已经指出，虽然民众党只掌握了8个席位，只有其他两党的约15%，但由于蓝绿席位数十分接近，反而让民众党获得了关键少数的优势。换句话说，民众党支持谁，谁的法案就会过关，反之亦然。对于这次民众党方面突然发难，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就警告说，民众党未来的角色应以监督为主，因为想要有声量，就必须和国民党分进合击。但如果未来民众党都像这次一样，蓝白共同监督民进党当局的难度恐怕是100倍。我觉得民众党其实他想给自己一个定位，就是他能够左右整个政治的一个主导性，也就是被媒体戏称的8席当80席用，蓝绿不过半让他中间，所以他看起来想做这个杠杆。可是问题就来了几个点嘛，第一个不一定蓝绿买你的账啊。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个别的小委员会，看来白银是几乎拿不到。第二个就是白银想要主导，却弄巧成拙。值得注意的是，开议首日，台立法机构就爆发激烈争执，一度爆发肢体冲突。国民党的民代齐聚质询台前，拿出预先准备的标语、麦克风及喇叭音箱，高呼"我们要食安，孩子要健康"等口号，并要求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为台中市查出含瘦肉精猪肉道歉。我们要食安，我们要食安。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还当场呛声，称高雄查出辣椒粉含致癌物苏丹红，要求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立法机构说明。不料受陈其迈一路照顾提拔的民进党籍民代黄杰突然大抓狂，跳起来冲上前就要抢罗志强麦克风。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见状，一个箭步挡在中间，当场制止黄杰的动作，场面混乱。黄杰呢，他冲过去罗志强的面前伸手他是已经伸手要抢他的麦克风，要去做肢体的触碰。那你知道这年头男孩子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对于开议首日闹剧频频上演，岛内舆论早已见怪不怪。有网友表示，熟悉的立法机构回来了，并嘲讽民进党在立法机构输了就作乱。还有舆论讽刺，黄杰明明开记者会说不做个人政治综艺秀，今天却对2楼媒体喊话，推搡间还没忘记看镜头。这种表现也好，作秀也好，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有，只要能够上媒体，最后用丑的方式来表现他的愿力。可是事实真相是他想要表现，可是表现抓错了议题，他的表演抓错了对象，然后他抓错了场合。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党团的表现，他们此前让食安报告泡汤，在现场又成了消失的8席，全程没有参与蓝绿的争斗，而是做起了看戏观众。不过冲突也没有持续太久，韩国瑜展现了较好的领导和协调能力。现在我们继续开会好吗？好。随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发声，蓝绿民代渐渐停止打口水仗，陈建仁得以上台发表施政报告。随后，针对民进党当局春节前突然下令6月起再度禁止台湾旅行社组团到大陆旅游，引爆旅游业者怒火。国民党籍民代在质询环节发起穷追猛打，质疑为何选前才说要开放，选后就原形毕露，炮轰民进党当局的行为损害自身利益，关起两岸交流大门。2月7号喊停
是您的意思，还是赖清德的意思？告诉我就好。如果我们居然是拿自己的旅游业者来开刀，是谁的指示？台湾联合报21号的评论指，台新一届立法机构在一片喧哗声中登场，对于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蓝营故弄玄虚，绿营上演拖字诀，民众党趁乱突袭，在3党不过半的情况下，一点都不奇怪。而对于蓝绿白3大党团不是正在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立法机构开议首日的乱象，恐怕是未来4年岛内政坛的缩影。但首次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的韩国瑜仍然承载了岛内不少民众的期待，希望他未来在监督和掣肘民进党掌控的行政机构上发挥更大领导作用。韩国瑜在19号上午举行的新春团拜会上，谦虚表态称自己是新同学之余，也立下军令状，要求每个单位螺丝一定要拴紧。他表示，期盼未来工作能顺利展开。他身为立法机构龙头，一定要通过各种有利民生的法案，落实苦民所苦。最困难就是今年，尤其是第一会期前几个月这一段时间，他必须要非常谨慎的应对这些东西。那我觉得韩国瑜的质变会是在第2年，好的大概这个一半之后，他慢慢站稳着脚跟，威信建立起来之后，那个时候我们会更多的看到他担任一个龙头，如何让我们的立法机关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监督执政机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跟效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台湾立法机构昨天首日开会，场内充满党派杯葛，甚至爆发激烈的争执。那您觉得这种打烂仗要打多久呢？主持人好，昨天呢是台湾立法机构的首次会议，但纯粹成了打烂仗。你用打烂仗这个词形容呢，我觉得形象极了，也非常准确。世界上呢各种类型的立法机构都是争争吵吵，但是像台湾立法机构的这种混乱无序和骂大街的做派是比较少见的，双方大吵大闹，甚至呢险些动手打架。看这份光景呢，不知道台湾选民是怎么想的。我想呢，多数人可能会说，这帮人怎么这么没教养，怎么就不能好好的说话呢？台湾立法机构呢出现这种打烂仗，大概有3个原因。一，这是这个新当选的民意代表的首次会议，新老代表呢都有抢镜头、博眼球的冲动，要让选民呢首先认识自己、记住自己，以便呢在下次选举中给自己投票。那些急于出头的人，不管是用吵闹还是抢话筒，都是出于私利，都是呢让选民先认识自己。在选举制度下呀，知名度无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都是政治资本。二是这一届台湾立法机构呀，没有一个党是过半数，就不容易形成共识，谁也不服谁，就连开会呢都显得是乱哄哄的。立法机构中呢有过半的党派的话，那么议题设置和程序安排上往往有个主心骨，但是3党呢都没有过半数，这种相互吵闹和争斗可能呢就会不断的发生，降低参政议政的质量和效率。3是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本来就很混乱，立法机构的选举呢也是如此，这种做派啊现在得以延续。要是说的更深入一些，在网络时代，选举制度更多的沦为部落政治、网红政治，为博眼球而不务正业，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然呢，等到这次初次会议过后，当民意代表的这个热烧饼时期过去以后啊，台湾立法机构呢可能会稍好一些，但是呢，要形成这个立法共识还是很难的。立法机构的负责人韩国瑜呢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台湾媒体把台立法机构首次会议形容为蓝绿火气大，首日即开战，但也有人说唯一的亮点是蓝白阵营出现合作迹象。那您认为还有蓝白合吗？蓝白合呀，现在可能是个敏感词。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呢，蓝白合基本上是贯穿了全年，但是呢以破局告终，最终呢把眼看到手的执政权拱手送给台独民进党。从蓝白内斗的往事看呢，在立法机构要形成新的蓝白合是不太容易的。选举之下呀，政客们看到的是权力和利益，往往呢是没有大局观的。当然呢，为了共同的利益，蓝白之间呢还是可以合作的，但那不是更显现团结的蓝白合，充其量呢是蓝白相互利用。民主党指出，立法机构呢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国民党予以复议支持，是因为这2个党呢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共识，可不要把柯文哲的一句话呢过多的解读了。柯文哲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蓝白之间呢要建立彼此的联络管道，于是呢有人就认为蓝白合有谱，我觉得呢是挺可笑的。去年选举进入高潮的时候，柯文哲
在蓝白河联合宣言上都签字画押了，和国民党的几个头头脑脑携手表态，没过几天呢就自我破局了。现在呀，柯文哲说已安排了饭局，蓝白两党的党团三长呢要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认识，这不过是民众党柯文哲刷存在感的一种途径而已。我个人的估计是，等到520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以后，民众党柯文哲在台湾政坛的分量会快速的减弱。今后呀，台湾政坛的大致格局恐怕是蓝绿仍然是相互争斗的主角，白银呢可能是润滑油，一会儿偏蓝一会儿偏绿，见利而行，发挥一定的平衡作用。接下来关注南海。19号，菲律宾方面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空中巡逻，并公开炒作。解放军南部战区当天晚间发布消息称，当天南部战区组织一线海空兵力严密监控，情况尽在掌握。观察指出，非美此类行动的军事意义不大，政治作秀色彩更浓厚。菲律宾不时炒作，意在拉大旗做虎皮。南部战区通报，2月19号，菲方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空中巡逻，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一线海空兵力严密监控，情况尽在掌握。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菲律宾空军发言人同日通报，菲方3架 FA-50 战机与美军1架 B-52 轰炸机当日在菲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联合空中巡逻，范围涵盖南伊罗戈省坎东以西90海里和明都洛岛卢邦西北50海里的地区，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提高空军执行保护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任务的能力。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菲联合南海巡逻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这次已经是第3次，每一次他们挑衅，解放军都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观察指出，这次美菲联合巡逻的作秀性质明显，实际作战效能则差强人意。因为美国派出的是 B-52 战略轰炸机，这款战机首飞于1952年，美军计划将其延役至2050年，服役时间将要接近100年。虽然擅长远程打击，但机动性能差，自卫能力、战场生存能力低，需要其他战机进行护航。但菲律宾派出的是 FA-50 战斗攻击机，该机由一家韩国军火商制造，是在 T-50 高级教练机基础上改进而成，属于轻型攻击机，给 B-52 护航是小马拉大车，性能严重不足。2014年，菲空军采购了12架 FA-50。值得注意的是，去年菲律宾空军曾宣布，在与美国空军的模拟空战中，使用 FA-50 轻型战斗机击落了号称全球最强的 F-22 隐形战斗机。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杨旭当时宣称，如果 F-22 的飞行员出现严重失误，也不是没有可能。是美国一方面借此向菲律宾展示我是支持你的我是愿意在军事安全领域里边来扶持你。那么菲律宾呢也表现出一定的诚意或者热情，来跟美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配合。他们主要的目的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军事安全上的这种意涵，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在政治和外交上。但是我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所谓政策信号不会起到任何对中国的这种威慑或者是恐吓作用的。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菲律宾武装力量发言人帕迪拉的说法，美菲正在筹备今年4月举行代号肩并肩的年度联合军演。去年的肩并肩为史上最大规模，并首次进行了实弹演练，而今年菲方宣称规模将超过去年，演训科目设计的复杂程度也将创纪录。1月底，菲律宾军方北旅宋司令部司令官到访该国北部的马武利斯岛，他还透露，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就以此岛为起点。马武利斯岛地处巴士海峡，是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距离吕宋岛约300公里，但距离中国台湾岛南端的鹅銮鼻仅有大约140公里。该岛面积1.1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但菲军的一小支部队驻扎在这里，建设有少量军事设施。马武利斯岛的军事价值在美方重返印太战略提出后日益受到美军重视。去年11月的首次美菲联合空军巡逻的起点就是该岛，而为了这次军事行动，菲律宾军方提前1个月将一支特遣部队派往该岛进行清场，并建设一个用以观察巴士海峡的哨所。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南海，菲律宾还在涉台海的问题上继续玩火。2月19号，菲律宾巴坦群岛省省长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签署备忘录，计划把巴坦群岛马哈陶港开发为海岸警卫队的避风港。2月初，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宣称，要将马武利斯岛所在的巴坦群岛的多个岛屿军事化。观察指出，这符合美方提出的远征前进基地概念。目前，美军正在琉球群岛验证这一战术。根据手册，这一新战法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有争议的海域行动所制定，使用装备将高机动性能装备连同士兵一起投送到偏远岛屿，以执行封锁、打击等任务。而巴坦群岛所在的巴士海峡是南海进出太平洋的战略水道。值得警惕的是，菲方还将此事与台海局势相关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8号回应称，菲方应慎重行事，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可能主要的方面还是美国的压力。美国其实重返菲律宾，包括要求菲律宾不断的加大对美方的这种基地开放的力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不仅着眼于南海，同时还是着眼于台海。所以我们也知道或者说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来，美国很多的就是军事部署，包括基地的设施的获得使用权，其实都是靠近台湾岛这个方向上的。另据香港南华早报2月14号报道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今年可能将近一半的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以发出所谓威慑中国和朝鲜的信号。报道称，3艘美国航母已经在西太平洋运行，还有2艘即将抵达。他们的到来将标志着美国11艘航母的5艘首次同时在该地区执行任务。报道指，今年2月5号，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航母林肯号被发现驶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驶向西太平洋。美国海军也证实，已完成维护保养的华盛顿号航母今年将重返日本横须贺基地，取代里根号航母，成为美国第7舰队航母打击群的核心。而里根号将离开日本，返回美国进行维修保养。值得注意的是，里根号航母正处于躺平阶段，已经连续多月没有出港。也有分析认为，美国5艘航母史无前例齐聚西太平洋是一种博人眼球的说法，这并不是常态化部署。华盛顿号是来替换里根号，而林肯号航母大概率是来轮换卡尔文森号。但此事也再次显示，美军正将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太，正在这一地区维持3艘航母的部署。值得注意的是，2月11号是拜登政府发布所谓印太战略2周年。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美方希望在本地区打造一个新的安全架构，该架构不是北约，也不是单一的对抗性同盟，而是一个能够专门应对亚太地区挑战的布局。西太平洋地区哪里有那么多的港口和设施去供养或者是保持能够维持这个5艘航母的部署？这些其实都是应该说在军事上属于是常识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应该说是一种噱头。